关于广论奢摩他的章节，当年法尊法师呢，也曾经修改过之前的译文，但是呢，修改的版本后来就没有出版，直到最近出版的法尊法师的文集当中呢，才有收录。我们译经院的法师也有参照了改译的版本，同时也依据宗大师的广论的原文，就藏文原文进行了详细的校对。所以我们这次学习止观呢，就是用译经院的法师校对过的版本。有一些地方呢，可能会与现在我们手上的这本广论是略有出入的。我们在每一讲的后面呢，都会附上改译的对照表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咯，所以请大家要翻开广论336页。336页呢，有翻开吗？请看第2行，这里边第1行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卷14，接着是敬礼圣尊具大悲者足。在释迦合著当中呢，禹王大师对此有一段解释，我来念一下。因为释迦合著呢还没有出版，所以我只有这样的草本。对于敬礼圣尊具大悲者足呢的解释说，为此法传承之至尊上师自身诸本传上师也。此复呢，即如前说，从能仁王传至弥勒、无着等广行派，即传文殊、龙树、寂天等深见派诸师。这一段话呢，禹王大师解释说，此处宗大师敬礼的圣尊具大悲者，就是宗大师自己的直接的上师与传承上师。其中呢，至尊上师就是禹王大师对宗大师的尊称，就是指宗大师。本传上师呢，就是指直接的上师与传承上师。释迦牟尼佛传给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呢传给无着菩萨等祖师，然后渐次的传下去呢，就是广行派的祖师们，然后还有佛呢也传给了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传给了龙树菩萨了寂天菩萨，然后渐次传下来的就是深见派的祖师们。再接着呢，释迦合著说，特如至尊自所宣说，由施恩德得见时，我亦于今获安息。虽实义中至尊上师自与文殊护主无二无别，然于共通所化方面，犹仍示现亲从文殊听闻甚深中观正见之相，故礼彼等。这段解释一下，就是特别呢，像宗大师在他写的《缘起赞》中说，由施恩德得见时，我亦于今获安息。说虽然在事实上呢，宗大师是与至尊文殊是无二无别的，但是呢，在共通的所化经面前，宗大师还是示现从文殊菩萨，然后听闻甚深的中观正见，是由于文殊菩萨的深恩，然后才能证得空性。所以宗大师写奢摩他的章节之前，先礼敬广行派深见派的祖师们，特别礼敬文殊菩萨。这就是呢敬礼圣尊具大悲者足这句话的意思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呢，我就看这样的版本。你们看，就是第2嘛，
别学后二波罗蜜多者，为修奢摩他比波舍那道理。此二呢，如期次第，即是净律集会波罗蜜多之所摄故。这个第二别学的别字，我一开始读到的时候是觉得有点特别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特殊呢？因为呢，比如说六度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样一度一度下去的就可以。为什么广论到后面的后二度前面加了一个别学，别学两个字，别学后二度，这是强调它的特殊性的意思。为什么要强调它的特殊性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再思考一下，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你可以讨论一下。然后如果解释一下科判呢，说别学就是特别学习后二种波罗蜜多，也就是呢特别学习净律波罗蜜多和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指呢要修持奢摩他和比波舍那的方法。那么修持奢摩他与比波舍那呢，依着次第统摄于净律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当中。然后如果做一下抉择的话呢，一般而言，奢摩他及比波舍那呢都是与小乘行者共同的，乃至外道也会修奢摩他及比波舍那。但是六度呢，就都是佛陀啊或者菩萨才会具有的，所以呢，奢摩他不一定是净律波罗蜜多，比波舍那也不一定是般若波罗蜜多。那么宗大师为什么在别学后二波罗蜜多时才会广讲止观呢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因为比如说中师道在讲那个轮回过患，然后怎么样去消灭无明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也可以讲止，也可以讲观，为什么到这里才讲呢？有没有想到原因呢？你们的理由是什么？翻广论，你们会想翻到第几页找原因呢？看着我翻多厚，这么多，还在翻。啊，我翻到哪儿了呢？翻到开头了，翻到广论的第二页，第二页第3行，这句著名的话，我要开始念喽。此中总摄一切佛与恶要，遍摄龙猛无着二大车之道轨，往去一切种智地位盛世法范，三种是福，一切行持所有次第无所缺少。依菩提道次第门中导具善者去佛地里，是为此中所全诸法。一学广论的时候，这一段特别醒目，不知道大家在广论班的时候有没有进行非常热烈的讨论？这是非常醒目、令人振奋的一段话。如果解释一下，就是本论当中总摄了一切佛语的扼要。注意哦，不是一尊佛、两尊佛，是一切佛所说的法的扼要，并且呢，完整的包含了龙猛、无着2位大车尾师所宣说的道轨。到哪儿去呢？前往一切种智地位的殊胜是福的法则。注意哦，殊胜是福，三种是福的一切的行持的次第，没有任何遗漏和缺少的。所以透过菩提道次第呢，引导具足善根因缘的人们，具足善根因缘者，然后修行去向佛地的道理。那些具足善根因缘的人修行要去哪里呢？去佛地。这就是本论所全说的法要。大家可以考虑考虑这一段。
接下来呢，又要翻广论。现在翻到第几页呢？你们想翻到第几页呢？我要开始翻了。194页，倒数第2行。这里边说：若道寻常中士道者，此因广释于三学中引导之理。然非如是，故修止观、心会二学于上士道时，自当广释，今不繁速。说这一段是在写什么？这一段是在中士道的解脱正道里边说，如果是引导平常的中士道的话，这里边就要必须详细的解释引导三学、戒学、定学、慧学这样的次第下去。然后接着是然非如是，但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大师不是要引导我们去入平常的中士道。所以呢，关于修持定学奢摩他以及慧学毗婆舍那的部分呢，等到上士道的时候才要广泛详细的解释，在中士道的时候没有详细解释，这是其中的于上士时自当广释，在后面的止观章的部分，然后才会详细的解释。那么广论奢摩他与毗婆舍那的章节呢，是从别学后二波罗蜜多这个科判当中分出来的。而别学后二波罗蜜多这个科判呢，又是从哪儿分出来的呢？大家可以翻一翻广论，是从出于总行学习道理这个接下来，那么出于总行学习道理这个科判在哪里呢？能不能找到？你们要翻书的话，翻哪里呢？请大家翻广论的话，翻到262页。262页呢，也是倒数第2行，黑字说第三学此次第分2，有看到吧？有没有翻到？第一是出于总行学习道理，第2特于后二波罗蜜多学习道理。接着是初中分2，一呢学习六度熟自佛法，2学习四摄熟他有情。这一段呢，如果解释一下呢，就是要先总体的修学六度四摄，然后呢特别学习后二度，然后在宣讲后二度的时候呢，做什么呀？广讲止观。所以在止观章前面宣讲四摄，大家可以想象宗大师的心意是什么呀？